大家好，我是魏志超啊。今天不是我一个人录节目啊，我们节目今天来了一位嘉宾啊。今天我邀请到了宁波大学心理学系的王作军老师，跟我一起来录这期节目啊。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王老师呢是最近出版的这本非常热门的心理学图书丹尼尔·卡尼曼的《噪声：人类判断的缺陷》的主要译者。我之前呢做了一期节目解读《噪声》这本书啊，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大家可以点屏幕下方的这个卡片切换到那期节目。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主要就是由王老师来回答过去一段时间里我收集到的各位网友想问的关于《噪声》这本书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关于人类判断和决策的一些问题。当然里面有一些是我自己想问的，我就把它们混杂在一起了。那么我等会儿就合在一起说了。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老王啊。王老师呢是这个中科院心理所毕业的博士啊。中科院心理所是我们国家心理学教育和科研的最高学府之一了。他现在呢是宁波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是中国心理学会决策心理委员会的委员是浙东青年学者。他主要从事的是风险决策群体与社会性决策方面的研究。是我们国家心理学界的一位青年才俊啊。我跟老王呢是同一年进宁波大学心理学系工作的，同事了差不多10年将近10年那么今天呢，我的主要职责就是个主持人帮大家来问老王一些问题。那么下面这些问题呢，主要都是跟《噪声》这本书有关的那么顺序呢，大致是我们从务实到务虚先问一些跟生活联系比较紧密的问题，然后最后是说到一些稍微深一点的一些知识。下面是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炒股的赚钱的事情，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的提问者是我微信粉丝群里的胡歌生。我在讲噪声那期节目里呢，归纳了梳理关于减少噪声的几种方法。其中有一种方法呢是把决策交给模型去做，然后另外一种方法是把决策交给决策达人。粉丝群里的胡歌生呢就回应了这一段内容他说在炒股的时候量化交易呢其实就是把决策交给模型，让基金经理去帮你炒股呢就是把决策交给决策达人。我当时在这个留言里跟这位粉丝做了一点交流我说这个观点我可能只能同意一半。我同意的是这个量化交易的确就是交给模型来做决策。量化交易我大概解释一下量化交易实际上就是借着一些统计学和数学的一些方法利用计算机技术来进行交易这样一种那个投资股票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在做决策的是实际上是计算机里面的一个模型，事先预测好的一个模型。所以呢量化交易的确就是交给模型来做决策。但是呢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基金经理其实基本上都是那本书里说的荣誉专家，而不是那种真正的专家。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那种真实的成绩有点靠不住的那种专家所以基金经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决策达人。那么关于这个基金经理算不算是真正的专家这一点老王你怎么看？的确像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专业人士或者专家，他们其实就像你说的这种荣誉专家，或者书上又把它叫做尊重型专家。就是他们在评析一个观点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有道理，对吧？非常的头头是道，让你觉得哎呀说的太对了。对，听起来是非常像专家的。对，他们就是甚至有很好的人格魅力。对，就是他们让你觉得很幸福。然而事实上他们的这个结果有时候是很难检验的，或者是我们根本也没有想到去检验它。就像你说的这个基金经理，那我们可能也没有去检验他这个，比如说他的这个预测，他选择的股票到底怎么样，对吧？它的效果到底好不好？对，普通人实际上很少去检验。我们待会儿会补充到一个研究，对吧？实际上有一些这个做这方面研究的一些专家是检验过基金经理的成绩的。我们待会儿再说。您继续。对，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检验一个经理他的这个预测效果怎么样，你可能需要去选取很多的比如说这种基金，一些是他推荐过的，对，一些是他没有推荐过的，你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比较，看他哪个更好。那如果真的证明他是更好，那他就是真正的专家了。那如果你根本没有去检验他，那他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荣誉专家，你依然会信服他，依然会尊重他，但是他的选择未必会更加准确。那事实上呢，关于这个股票或者是基金这样的一些事情，其实很多研究表明是根本是无法预测的，因为影响他们的事情因素会很多很多。那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会影响他们。那在《噪声》这本书里面呢，他提到有一个研究，
他去研究300名专家他的一个预言或者他的一个一个预测，比如涉及到他的股票市场的这种对证券股票市场的预测，不是对股票市场，他是对一般的比如说政治预测、经济。社会大的事件的预测，对，就是泰特洛克做的那些研究，对吧？好像是，对，那个专门做那个这个各种关于跟预测未来有关的事情的那个专家，对，好像他的一些研究。是的，你继续。就是300位专家，让他们对一系列的政治经济事件进行预测。那他预测呢几个就是一种情况是问专家他是会怎么样，对不对？是维持现状，还是说在未来会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糟糕？那我们普通人预测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定的准确性。比如说，我们随便蒙，也有蒙到有可能是1/3的可能性，对不对？对。那专家的预测会怎么样呢？那这个研究呢，其实他一直跟踪了很久，因为比如说20年之后，因为有的预言它是要20年之后才能应验。对。那他比较下来发现呢，其实专家的预测呢，其实非常的糟糕，并不比我们普通人要更好。所以他就说呢，开玩笑说呢，就是专家的预测其实就跟这个大猩猩扔飞镖一样，它的准确率跟大猩猩随便扔到哪个是哪个，它的准确率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跟随机瞎蒙实际上也就是差不多，对吧？对。那你说的这些专家的话，可能都就是那种荣誉专家那种类型的，对吧？对，其实很多专家他是荣誉专家，像我们刚才没说到，其实这里面的专家他包括比如说这种学者呀，他这种知名的记者啊，或者是这种政府的智囊啊，其实他们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对未来就是很难预测，包括对股票啊、基金这种东西很难预测，或者说他预测了，我们很难去检验它的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所以他们这一类专家，我们把它叫荣誉专家。那刚才汪老师说到啊，就是说要考察基金经理的这个成绩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也有一些研究算是考察过这个基金经理的投资的成绩他们的方法也挺简单的，那实际上就是拉长这个时间的限度嘛。因为很多基金经理，这个传说中的一些明星基金经理就考到他们1-2年的投资成绩是非常好的，市场盈利几个点他们盈利几十个点但是只要把他们的投资的时间限度给拉长，比如说你去考察他这个过去10年、过去20年的投资的这个经历的话，你就会发觉他们的成绩可能跟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了。就是说明他们过去这几年里边的这个投资成绩特别好的话，实际上只是一种幸运而已，而不是代表他们真实的投资水平有那么好。那实际上全世界范围内那种把时间跨度拉长到几十年，然后这个还能够几乎年年盈利一直在赚钱的那种股神的话，全世界范围内就屈指可数的那么几个而已，对吧？而不是我们平时经常听到的这些明星基金经理。好，那我们就切换到下一个问题了。下一个问题呢是受到 B 站网友 FZS30969676的留言启发而提出来的。他留言说说听到这个我们讲噪声那期节目的模型那一块的时候呢，就想起了我们的科举制度。咱们的先贤在1000多年以前就已经掌握了模型降噪法。那我觉得他说的对用这个标准化的这种考试来替代人工选拔，那就是一种典型的模型降噪法嘛，对吧？我在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包括今天的高考也是嘛。那我们现在也知道在今天的模型就更加厉害了现在是一个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嘛。那么用人工智能这样的一种就是一种全新的非常强大的模型来取代人工决策，那未来会越来越普及。那汪老师，你觉得这个在运用模型来进行决策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OK， 那其实模型是个好东西，特别是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它利用这个大数据，利用这个机器算法，来做一些预测和判断。就是大量研究证明了这个人工智能会比人类专家要做得更好。那这本书上呢，噪声这本书上呢也提到了蛮多的用人工智能来做判断。那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例子就是，用人工智能来预测一个要不要保释。保释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吧？那一方面，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不应该被保释，你给他保释了，那他可能在保释期间他可能犯罪，对吧？他可能逃跑，对，然后要重新逮捕的这个成本又会很高，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你不让他保释，那其实也会增加这个监禁的成本，对。所以最好就是在保释和非保释之间能够预测什么样的人可以被保释，什么样的人不可以被保释，这样可以减少这个成本。那有一个团队呢，他就专门去来看这个人工智能是不是能够比这些专家对保释做出更好的判断。
那它是怎么做的呢？它首先呢，大家知道人工智能它需要一个大的数据集，它获得了一个75万例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集，这里面呢，这些犯罪嫌疑人的这些信息都很详尽，比如说，他的所犯的罪行啊，他所犯罪的次数啊，受审的次数啊，等等这些，当然也有这些犯罪嫌疑人是否被保释，就是是否曾经被保释，以及被保释之后他能不能及时来重新回来受审，这样的一些信息。那研究人员呢，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大数据集，然后来算一个机器算法，训练一个算法，对，训练一个算法，算法算出来之后，他现在要检验它，对不对？所以用它来预测另外一批人，要不要给他保释，允许保释。那他人工智能呢，就会给每一个，比如说另外一批新的人啊，给每一个人他一个风险值，比如说如果高于这个风险值，那就告诉你不能保释，对吧？他出来犯罪的可能性很大。那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是低于这个风险值的话，就是可以被保释。然后就看这个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这个人类专家哪个更好。那最后这个团队计算出呢，那如果让保释的人数维持一样，就人工智能它的这个人数和专家保释的人数一样的话，它的犯罪率可以降低24%。就什么意思呢？就人工智能更有可能把那些不应该被保释的人把他留下。那些可以被保释的人让他保释，这是一种比较。另外一种比较呢，就是如果把犯罪率控制住，就人工智能和人类专家一样，那人工智能可以将犯罪的监禁的人数降低42%。就是这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效果，它比人类专家要更优。不管哪种比较的这个标准，实际上都是人工智能占优，对吧？没错。刚才回答你那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人工智能说要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理念层面上的问题。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发展了蛮多年了，对吧？它很多的技术的东西都已经成熟了，所以可能技术层面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更多的是理念。那关于理念上的问题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人类专家他可能不愿意让渡权利，他还是更相信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的真知灼见，对吧？他觉得有时候即使人工智能给出我们不同的建议，他也可能会绕过这个人工智能，还是会采用自己回到自己用直觉的这个老路。感觉这个我们的决策权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对吧？被机器给抢走了。没错。让我想起来我们一个老师这是又涉及到刚才炒股的问题。他其实呢是一个股民，老股民了，他经历了08年的这个过山车，反正也是饱经风霜。那他的一个问题呢，他知道他的这个决策的炒股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频繁换手。就是他为了抑制自己的这个冲动，就是他刚买进，就跌了，然后他刚卖出就涨了，所以他频繁换手，所以他也很苦恼，所以他想抑制自己的这个决策，所以他自己呢设计了一个公式，这一个公式，对，好硬核，没错，他是一个蛮理性的一个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经过科学素养的训练的这个人就他算一个公式，比如说达到收益率必须达到多少之后，他才会出手那实际上效果怎么样呢？几乎没什么用。真正要做决策的时候，还是靠根据自己的直觉来做的。他没有严格的这个遵守这个模型的这个规则设置的规则是吧？对，他还是信不过模型，最后还是要把这个决策权拿到自己手里。没错。就是人工智能呢，就是这些规则或者是人工智能，如果真的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去，比如说医生他给你一个建议人工智能给你一个建议，那你会不会遵守它？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当然这个呢，后面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怎么去调和人工智能和专家直觉建议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是从我们专家的角度来讲。然后从我们个人的角度，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不太相信人工智能。为什么呢？对。因为我们觉得人工智能是冷冰冰的，对吧？他不会考虑我们的感受，不像专家可以对我们嘘寒问暖，考虑我们的感受。还有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的情况。你用人工智能用一个很普遍的东西来预测
到底行不行啊？我也会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说很多时候实际上我们普通人没有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是不是要减少噪声这个问题上，就大家意识不到这个，对吧？没错。然后大家想到的是你一个机器来决定我未来要怎么样，一个机器来决定我的命运，这算什么回事呢？对吧？没错。我宁愿把它这个交一个人，但实际上交给一个真的人的话，你就陷入到那个噪声的这个问题里面去了。没错。就是他给你的这个判断跟给别人的一个判断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可能会对你形成非常多的不公平的东西，但是我们可能很难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会抗拒一个噪声更加少的机器，但宁愿相信一个噪声很大的一个人，对吧？对。然后你刚才讲的一点让我想到不久前看到的一个研究，那个研究实际上挺讽刺的。那个研究实际上涉及到的也是用一个模型来判断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在2019年底的时候，大约是那时候这个美国的一些卫生医疗机构吧，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假设，他说，假如这个未来要爆发一个很严重的疫情的话，那他们对2019年的时候然后就是说他们想去做一个预测，说看哪些国家对这样的一种大规模的疫情的反应会是最好的。然后呢，他们就去采集了很多各个国家的医疗卫生系统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你这个国家的卫生的这个投入占 GDP 多少呀，然后去采访一些医疗领域的一些专家呀，就是采访这样一些人，然后把他们的数据做成就放到一个模型里边嘛，然后用这个模型来做预测出来的结果呢，他说如果发生这种全球大规模的这种疫情的话，应对的最好的是美国英国这几个这个世界上最领先的这种发达国家，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的医疗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最好嘛。然后在他这个模型里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应对这个规模的疫情的话，表现是非常差的。结果紧接着到下一年新冠疫情爆发了，结果是美国、英国这些国家，在他们这个研究里面表现非常好的这些国家，实际表现都非常差。但像中国，还有包括像他这个研究里面被认为表现会非常差的，像越南这样的一些国家，表现都非常的好。最后他们回顾这个研究，发现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就是他们这个模型的这个数据集不够，不够的完善。他们实际上只考虑了这个医疗卫生系统的一些专家，还有这个医疗卫生系统的一些数据，但他们没有去采集一些比如政治领域。政府的这个决策、政府的行政效率这样的一些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数据，但实际上后来事实的情况证明，一个国家应对疫情好不好的话，跟这些这个政府决策能力啊、政府的执行能力啊，跟这些东西实际上关系是非常大的。你看它那个模型里面没有包含这部分数据，最后它预测出来的那个结果就错得非常的离谱。所以这个案例实际上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就不是说我们把一个问题交给模型就万事大吉了。那个模型本身怎么样建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这个模型里面必须要把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结果的这个整个所有的数据都尽可能的要收集到，这样才可以。对，你的数据集不能有偏差。对，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就是数据集本身如果有偏差的话，你用这些数据训练出来那个模型训练的再到位，它出来的结果也还是有偏差的。还有一个就是用人工智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伦理学的问题，伦理的问题。就前一段时间大家都讨论的自动驾驶，对吧？对。那如果它是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那如果出了车祸了，那怎么算？算谁的？算谁的？对。还有一些关于收集这个人脸信息、人脸识别的这样的一些一些政策啊，那这些都可能涉及到伦理的问题。对。那如果这个伦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它也会妨碍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对，这个实际上就是现在人工智能推进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刚才你说的这个责任到底算谁的？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的话，像那种纯粹的自动驾驶，最后是不可能推广的。没错。那我刚才这个问题聊了好多，是吧？我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好像没有了。没有了，差不多聊完了。OK。好，那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问题啊。我自己很想了解的一个问题，《噪声》这本书，你觉得这个你读下来之后印象最深刻的案例是什么？然后你觉得这个案例能够怎么样启发到我们的生活，启发我们生活里边做决策的过程？其实《噪声》这本书里面，它其实有蛮多的研究，很多很有趣的研究和案例啊。但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是两个关于司法领域的一个案例。第一个是关于判刑，就是比如说我们老百姓都希望这个司法公正，对不对？那同样的
罪行，那应该判以同样的惩罚，对，对吧？如果你同样的一个案件，比如说你抢劫，有人被判3年，有人被判20年，那我们觉得这个是难以接受的，对，非常不公平，对吧？对，我们希望是有一个公平的一致的结果，对吧？没错，我们都希望公平。然而事实上呢，在司法领域，这种噪声或者是这种不一致是非常巨大的，有的时候甚至大大超出我们的这个所能接受的程度。那这本书上讲到一个例子，就是他让去找那些法官，比如说他招募了50位法官，然后给这些法官呢每个人20个案例，虚拟案例，但这里面案例里面包括很详细的一些犯罪的一些信息，比如说犯罪的后果啊，所犯的罪行啊等等，所犯罪的手法呀的很多，对吧？然后让这些法官来定刑。给这些人判刑，就判多少年？判多少年？对，那结果发现呢，法官之间几乎没有一致性，很让人几乎没有一致性。那离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比如说同样一个敲诈勒索这样的一个案例，同样的一个案例啊，那有的专家有的这个法官判3年，有的说要判20年，还有的这个抢劫案，有的判1年，有的判18年，那这个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对吧？那但我们生活中可能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关于这个指纹识别的这个例子。那指纹识别我们一直都觉得它是一个很精确的科学，对。那我们经常在电影里面会看到，对，一个这边跳一个这个现场采集到的指纹，这边跳一个数据库的，啪在跳，对吧？叮咚一声，对吧？没错，100%啊，100%符合，对吧？犯罪嫌疑人的那个头像就跳出来了，没错，对。每次看到这个我们都很激动，哎，你看犯罪嫌疑人要现行了，对吧？然而事实上呢，他这里面说到呢，其实在司法领域，真正的现实的司法领域，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对，完全不是这样，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我们从犯罪现场取得的这种隐藏的指纹，它往往是被污染或者是模糊不清的，对，质量实际上是很差的，对吧？对，质量很差。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把和它数据库里面做比对的时候，那其实很多还是要人工去做，要人工去做，靠专家。对，靠专家。那专家呢就会有噪声，对吧？那研究者呢，其实还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他就想去看这个到底有多稳定啊。那他就是想看这种，比如这种指纹识别、指纹的鉴定是不是会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那如果指纹鉴定是一个很精确的或者很科学的一个东西，它应该不太容易受外界信息的影响。然后事实上，它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比如研究人员他很巧妙，他就是把这些指纹鉴定，他是在现实生活中去做的，那些鉴定师他自己不知道自己被检测啊。那一种情况呢，就是前面已经匹配过的，就是鉴定师已经鉴定过的，这个指纹犯罪现场的指纹和库里面的指纹是匹配的。那但是呢，这个时候收到一些偏差信息，比如说他有不在场证据，或者是说枪支方面的证据证明不是这个人，反正就故意误导他一下，误导他一下，就是看他的决策会不会改变。结果你猜怎么了？4/5的人改变了，就原来他觉得是匹配的，他现在发现他给出的结论是他们不匹配，这是一方面。他还做了另外一个，就是原来不匹配的，原来不匹配的就是你已经鉴定过了，他这两个不是一个人，然后给他一些误导信息说他已经供述了，或者说现场有人指证他了，然后再去看匹配，结果呢，这个24次的这个检测中有4次改变了原来的判断，就是原来觉得不像的，现在觉得好像，现在就这个人了，就这个人，就这个人。所以就像美国有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一个人呢，他就是因为指纹而被定罪的，对，被定罪。然后最后呢，赔了很多钱，政府赔了很多钱给他。最后就是这个翻案了，对吧？就是对，没错。然后赔了好多钱。就是说，这个给我的启发就是。哪里有判断，哪里就有噪声。我们要对噪声保持警惕。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那个问题的时候也说到过，就是说我们平时实际上是意识不到生活里面有那么多噪声的，对吧？
另外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司法领域的噪声的问题，就是法官跟法官之间这个一致性程度特别特别的低，对吧？对，这个问题呢，你刚才提到之后，我就想到，这个可能还是有美国的这个一部分的这个特殊性，因为像卡尼曼还有其他几位作家，他们基本上还是可能以美国的一些研究为主来说这个问题的嘛。是的，他们说的这个司法问题也主要是这个美国司法体系里面的问题啊。那个英美的司法体系是所谓的这个海洋法的这种司法体系嘛，他们是一个算是不叫成文法，他们是一个惯例法。这种法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法官的这个裁量权是特别特别大的。在他们的这个体系里边的话，就是陪审团只负责定这个有没有罪，然后这个判多少年的话是几乎完全是由这个法官来确定的。所以这个法官这里就是他，因为他的这个自由度太大了，所以他的噪声也就特别特别大嘛。是的。但这个就是有一个这个情况的不太一样了，就是像我们中国还有欧洲的很多国家的话，用的是这个大陆法系嘛。大陆法系是成文法。那成文法里边的话，这个法官量刑的这个自由度就要小很多。法官也有一定的裁量权啊，但是就是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要判多少年的话，这些是写在这个成文的这个法律条文里边。这个英美的这个海洋法系里边呢，这种判多少年这个问题的话，就有点像是一个把决策交给专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看那个专家靠不靠谱，有点这样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们这种大陆法系这种国家呢，因为这些量刑的东西都已经成文了，所以这个成文的法律相当于就是一个模型。在我们这边就是一个人按照这个法律条文要判多少年，就有点像是把这个决策交给一个模型，规则，对，规则一个模型，对吧？就是那个法律条文本身就是一个规则一个模型，交给一个模型来做判断，所以这里边可能还是有一点微妙的差异在。没错，就是我们的这个噪声可能会相对小一点。所以这个也是之前我也看到过一些就是关于讨论这种两种这种法律体系，他们各自有一些优劣势的嘛。就是我们这种大陆法系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模型，它的噪声是比较小的。但是这个英美的这种海洋法系的话，他们就是比较灵活嘛。他们的这种判决的话，是可以根据这个过去的一条一条的惯例来，当然那些惯例的话，就是根据现实中发生的这些案件来慢慢的做积累、做调整的嘛，所以他们调整起来会比较快。没错。所以调整起来会比较灵活，但噪声很大，噪声又很大，就是好像很难两全，反正两边都有各有优劣势。是的，那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一个法律制定了，你要去改变它，其实是很难的。对吧？我前两天，还在跟我们的这个研究生处长在聊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呢，比如说是不是要求研究生发论文？然后我们现在以前呢都是要求研究生发论文才能拿到学位的，对不对？对，我们也辞职了，是吗？那现在不是了，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像北大、北师大或者对，我新闻上看到过，很多地方已经没有硬性要求，对，没有硬性要求，博士也都不需要发论文，博士都不需要你说一定要有一作的论文。这样啊？对，没错。但是我们这边研究生还是延续很久以前的这个文件，就是你必须要发论文。很像我们的这个大陆法系，对吧？我学校里面的规章制度就是小的这个大陆法系，对吧？也是有一条很明确的成文法的，对吧？就是我们改不了的。对，他要改起来就很难。比如说你要开会，要改起来就很难，对吧？他一旦定下来了，对，就是它灵活度可能不够，但是它会能减少噪声。噪声小。对，就是怎么去平衡这个灵活性和噪声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很重要。对，这个大问题啊，也是个大学问啊。那这道题，这个问题我们看看是不是好像聊得差不多了。OK， 我看看稿子，那我们就切换到下一个问题了。好。好，那下一个问题呢，还是我想问老师的问题啊，就是也是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时候的一个困惑吧，关于减小噪声跟这个保持多样性的一个矛盾我在那个节目里面提到过这一点啊。因为噪声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好几个地方提到减少噪声跟这个保持多样性之间好像看起来是有点矛盾的。我觉得毕竟按照字面的理解，这个噪声没了就是大家整齐划一了嘛，那这不就是没有多样性了嘛，对吧？所以好像从字面上来看的话，这两者之间好像是有一定的矛盾存在的。卡尼曼在书里否认他说没有，但是我是觉得他这一部分有点写的语言不详，因为毕竟这是书的最后一部分嘛，对吧？这一部分有一些展望猜想的这个论证的部分还是比较多嘛，不像前面那些部分那个有很多很扎实的一些数据在支持嘛。所以我想问一下你，关于这个减小噪声和保持多样性之间到底有没有矛盾如果有的话，你是怎么样看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减少噪声和保持多样性它是不矛盾的，就是两种对它是不矛盾的，它只是适用于不同的场景。比如有的时候我们是不仅希望有不仅允许它的这种多样性，而且我们甚至渴求这种多样性。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创意的场景，我们希望大家都各抒己见，我们发表每个人最好的有不同的想法，然后能够来激发我们的创意。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有多样性。再比如说在婚姻或者是恋爱这个事情上面，那我们当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当然最好了，对不对？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审美，当然是最好的，这可以减少竞争嘛，是吧？对，所以这个当然是多样性是很好的。但是在另外一些场景中，比如说涉及到对与错，是与否，或者是准确性这一类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噪声就是不好的。比如说我去医院做检查，一个医生说，我有癌症，另外一个说，你没癌症，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我到底有还是没有啊？你告诉我，对吧？我希望的知道是有还是没有。那这个时候噪声可能就是一个问题。那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司法领域，你这个人到底该判多少年？你3年到20年这么大的一个噪声，这个是难以接受的，对吧？但我们这个时候就得想办法去减少这种噪声了。就它的这个适用的场景是不一样的。适用的范围是不一样的。那没错。那你这个那给我挺大的一个启发的，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矛盾很容易化解，或者说不存在矛盾，因为只要看你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就可以了，对吧？你的目的是要增加多样性的，那造成随他去，对吧？无所谓，对吧？那我们就要追求多样性。是的。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这个地方，就这件事情，这个判断是不应该有噪声的。我就是要一个这个整齐划一的这个确定的一个结论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就不要多样性啊。对，那问题解决了，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对，那这个矛盾不存在。那就到下一个问题了。OK，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在《噪声》这本书里呢，卡尼曼提出了一种可以运用在各种场合的一种通用的决策程序，叫做中介评估法。我在前面那些节目里因为篇幅关系就没有提，但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我印象中好像还蛮不错的，因为它可以迁移到各种决策场合去嘛。这个方法，那个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中介评估法呢，这个名字有点奇怪啊。它其实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方法，它不是某一种降低噪声的策略，它其实是一种综合的策略。那它可以应用到很多方面。那我从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吧。那它这个中介评估法呢，它其实最早是源自于这个面试过程中的这方面的问题而引发过来的。那比如说我们学校我们单位啊，经常会有一些年轻老师过来面试，那一般场景是这样的，就是年轻博士过来，你先做个试讲，或者是你先汇报一下你的研究。咱们都经历过，都经历过的，好久远了。对。然后下面的一帮老师坐着啊，坐在下面一帮老师，比如10来个人，或者稍微人少一点，6、7个人啊。然后汇报完，那领导发话，那个大家议一啊，然后我们就每个人说自己的想法，就开始说自己的想法啊。当然最后呢，领导拍板。这是我们常规的一种方法。这里面实际上问题就很多了，对吧？刚才描述的这个场景里的问题就很多了。对，可能这个比如说大家议，如果一开始发言的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权势的一个小领导的话，领导先发言了，就这场讨论实际上就完了，对吧？对，可能后面其他人有其他的意见都不敢发表其他的意见，没错。或者说别人本来有一些脑子里有一些模棱两可的想法，但是也被一开始发言的那个人拐跑了，对吧？对，没错。就这里面有2个问题。你继续。那一个呢，就是我们是一个综合的结论，就是好像大家意义这个人要还是不要，就是一个综合的结论。对。那一个直觉的综合的结论，往往是可能是有问题的。对吧？我们对这个是对直觉可能会不准确。另外就是刚才魏老师说的那个，谁先发言？领导先发言还是其他人先发言？对。那这个会有一个它叫信息的级联，就是前面的信息会影响第2步，影响第3步，对。所以最先发言的那个人的最先出来的那个信息就特别的重要，特别的关键，对吧？对，没错。还有一个就是群体压力，除了信息上的这种影响之外，还有一个是群体的压力。对。像刚才说的，领导先说了，这个人还不错，然后你能说他这个人不行？于是就大家都觉得很不错。对，所以大家可能都倾向于认为不错，就是这个是一个问题。当然，不仅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小系里面的这个面试是这样子。其实我发现很多企业里面，比如人才招聘，对，都差不多，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决策，可能差不多都是这么这个模式啊。对。那怎么去破解这个东西呢？那他们就提出了这个中介评估法。那我当时具体的这个操作程序我就不介绍了。对，说一下大致原则就可以。对，它有2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呢就是分解，就是你不要一上来就问，哎，这个人怎么样？先比如说我要把他的一些特征就是分列清单，比如说这个人的他的这个学术背景怎么样？是北大还是清华的，或者是其他的学校？对吧？背后的老板，比如说这个，比如说直接说出来没关系，对，这些举例没关系啊，没关系是吧？那你觉得没关系就可以。那这个肯定是我们会考虑的一个因素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一定是考虑的一个因素。他的学术背景，他这个学术本身的学术能力，再比如说他这个人上课是会怎么样，对吧？他学术可能做得很好，但是他可能上课可能会被轰下台的这种也有可能。这我补充一下，就是这个针对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大家讨论的话，就是说一般的这种程序是只有一个总体的印象，对吧？这个是不对的，对吧？一定要把这个总体的一个判断给分解开，对吧？对，我们不是说这个人要不要，对吧？我们就是说这项上打个分数，这项上打个分数，这项上打个分数，对吧？没错，是这样，对吧？对，就是分裂。对，因为如果只是问一个总体的结论，那很容易就直觉，我们凭感觉嘛。对，因为总体结论我们往往只能凭感觉。那这是一个，所以要分裂。另外一个是先评后议。我们往往是先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讨论之前，你先独立评估，先评估再讨论。对，先评估再讨论，就是并且是要独立评估。对，如果没有独立评估，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本来是想集中大家的集体智慧，结果呢，都是被个别的某几个人拐跑。对，拐跑了，对，拐跑了。所以呢，他第二个呢就是强调他的这个独立评估，独立评估之后再讨论，如果不行再独立评估，再讨论，可能有的是特别是重大决策可能要经过多轮的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2个很核心的要点。那这2个呢就是帮助我们避免这个过快的直觉做判断。那这个就是中介评估法的，就是主要的2点，对吧？一个就是把一个总体的判断分拆成很多的点，没错。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有一套这个评估和讨论的这个一个程序，对吧？对，没错。先独立评估，然后再讨论，可能然后还有几轮，就再独立评估一次，然后再讨论，就这样啊，最后再形成一个决策。对，那这个东西实际上挺像那个，就是我在节目里面也说过的，就是也是他书里提到的那个谷歌的那套招聘流程。好像挺像的。那卡尼曼他们这个东西看来可能受到谷歌的那个招聘流程的这个启发比较大。有可能是对，我好像是不是在书里面说到这个事情？卡尼曼先有吗？他们先发明这个东西，然后再被谷歌拿去用吗？还是反过来？这个可能得再去考究一下，对，到底是谁先提出来的？观众读者自己去考证一下吧，我们有点忘了，对吧？然后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就是你刚那个第2个关键点啊，中介评估法的，就是那个先独立评估，然后再讨论啊。对，这个然后反复几轮，这个实际上可能他又是借鉴了那个德尔菲法，对吧？对，之前决策里面有个方法叫德尔菲法，德尔菲法就跟这一步环节就非常像，就一群专家过来一起要比如说预测一个东西，那方法就是每个专家自己先独立，就是先不用讨论，自己独立做出一个给出一个预测。然后给出预测的同时呢，还要给出自己的理由，就把这个理由也附在上面，是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汇总起来，大家都可以看到。然后呢，其他的专家就会看到这个专家是这样预测的，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这个专家是这样预测的，他的理由是什么？对。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平均的预测是什么？对，没错。拿到这个结果之后呢，大家又分头去那个，这一步就相当于讨论，对吧？没错。然后接下来下一轮，大家又分头去再做一个预测，再更新自己的理由，没错。然后再汇总下来，大家相互看你的理由是什么，你的理由是什么？没错。然后就是这样几步下来之后，那个决策效果也是挺不错的。没错，就是吧，那个中介评估法就有点像是这个综合了借鉴了对，他就把这些挺好的这些决策程序都给汇总综合出来了，对吧？没错。那中介评估法那这个东西的确是还是可以运用到很多场合里面，对吧？没错。做各种决策的时候，实际上都可以就分解一下，对吧？然后就是独立判断讨论，独立判断讨论这样。对。好，那我们就切换到下一个问题吧。刚才这个问题聊的比较多了啊。那这个问题呢，是我粉丝群里的 Dorona 他问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比较犀利，可能是今天最犀利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粉丝群里的 Dorona 他问他说，
噪声这个问题，难道不就是把心理学里一个这个老的概念用新的术语又写了一遍吗？哪个老概念呢？他说这个噪声问题大部分其实就是心理测量里面的信度问题啊。信度这个词，这个可能不学心理学专业的这个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那信度问题实际上指的就是两次测量之间的一致性嘛，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次测出来是一个结果，下次测出来的话，是一个结果。这两个结果如果相关程度很高、很一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测量的信度很高。没错，大概可以这样简单解释一下啊。那这个刚才这句解释里面好像就发觉它跟噪声挺像的嘛，对吧？噪声不就是也就是这个判断者和那个判断者，还有我这次判断和下一次判断之间是不是一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吗？这位网友就想问，就是噪声和信度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联系？是一回事呢，还是说有差别？或者说这个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粉丝是懂行的啊，我们业内人士。对，那噪声呢，它其实就是讲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点，对同一个事情的预测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不同的情绪状态，那我可能对这个事情的预测是不同的。还有就是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情是预测是不同的。对。其实我也觉得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信度的问题。还是一个信度的问题。没错，它是一个测量学的问题啊。感觉它就是一个测量学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当然了，噪声这个书里面它不仅是讲了这个存在这种不一致性，同时它分析了导致这种不一致性的一些原因，比如心理上的原因，比如说个体的情绪状态呀，群体的一些因素啊，就影响的原因。对，这方面还是比这个纯粹讲测量里面讲到信度还是要具体丰富很多。没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提出了解决这种噪声的策略，叫决策卫生策略。比如不一致该怎么办？信度里面它测量学的这个概念没有说到这个事情。可能也涉及到一点，也有一些这个就是提高信度的一些方法。对，但可能没有把那些问题搬到这个测量以外的很多决策场景里面来，对吧？没错。像我们想到这个信度，就想到仅仅是信度。我觉得这个一般的研究者都可以做到。我觉得难在哪里呢？就是他能够把这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能够运用到生活中的很多的方面，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司法、医疗，司法、医疗、教育、企业、政府管理等等方面去说明一个被大家忽视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他很厉害的地方。对，因为平时我们提到信度的话，就真的就只是什么心理测量里面拿那个问卷去做调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解决这个信度的问题。没错，我们就没去想，好像说其他时候我们做判断、做判断、做决策的时候，像这个问题都是在的。是的，只是你手里边没有一个问卷而已。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本质都是存在的，对吧？没错，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吧？那其实就像就像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个获得者泰勒，对，他其实塞勒对吧？就是对塞勒，他其实也是我们觉得他做了一些小研究，对吧？但小打个引号了。行为经济学，他也是揭示人的各种偏差嘛，对吧？但是他厉害的是什么呢？他能够把这一套的东西助推嘛，去助推这个养老储蓄，对，去助推这个环保决策，去助推这个器官捐赠，那很厉害，对不对？还有它商业上的什么政府决策的一些东西啊，对吧？都可以用上，对吧？他甚至把它上升到一个治国理念，就在在专制主义和民主之间找到第三条路径。那这就是很厉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牛和我们这种工匠啊，研究工匠匠人之间的这种差异。这个是他们厉害的地方。所以就说。普通研究者们这个就是埋头做研究，对吧？然后大佬把这些研究收集起来，讲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故事，对吧？没错。就是他们好像有一种能够把一些我可能一般人甚至一般的研究者看上去都是普普通通，好像就只是说明了你这篇论文里面这样一个问题的这样的一些小问题，打引号的小问题，他们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收集在一起，然后就上升到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上去，提炼出一些你
单独看这些研究都看不出来的一些问题。我这个就想到了那个，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嘛，史蒂芬平克这个哈佛大学的那个，就写好多书的，他那个也是有这种功力的，他写什么心智探奇啊什么，我那个印象特别深，就是同样的研究，我几乎就里面很多研究，我都在别的书里面看到过，在别的书里面写出来的时候，感觉也就是说明了那个小问题，但在他这里的话，就揭示出了那种人性中非常深刻、非常大的一块东西，然后就叹为观止。造成这本书本质上可能也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我们去理解它的一个角度在，对吧？就是说，这个它本身你说还原到最这种叫方法学还是什么这个层面上的话，它可能跟测量里面的信度实际上是一致的一个问题。是的。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可以深入到真的是可能是生活，反正生活里面到处都有决策嘛，是的，可以深入到决策的每一个侧面嘛，可能就是这样，对不对？对。它的应用很广泛。实际上我感觉，那这本书可能，慢慢的这本书里边讲到的一些问题，可能现在我们还是有点意识不到，它里面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有多重要，有多普遍，对吧？那这本书实际上花了不少的力气都在。就是呼吁大家相信，就是说这个造成问题很大。对，但我感觉可能大家就读完之后，可能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重大。可能慢慢的，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书，可能会基于造成这本书的一些原理，可能会把这些原理，可能会更加多的，比如说跟一些实际生活问题结合起来啊，然后可能会把这个原理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会把它变得更加的深入人心，可能会这样。就像那个塞勒的他的那个研究，他研究助推的那些东西，后来不是这个咱们这本书的这个第三作者桑斯坦，他跟塞勒好像是有些合作的，桑斯坦也写了一些，好像助推那本书他也是桑斯坦也是作者，对吧？也是作者，对吧？这个他俩也有合作的，对吧？对。桑斯坦也做了很多这种把这个助推应用到很多领域去的这样的一些贡献嘛，对吧？是的。就搞不好就是说这本书可能还会有一些后续，对吧？可能会有一些发散，对吧？等那些书慢慢深入人心之后，造成这个问题，搞不好才会像比如说卡尼曼以前说的，就什么决策里面的偏差之类的那种，变得一步变得很深入人心吧。是的，可能要有一个过程。对，他的研究就是说不仅仅是心理学，他能够贴近生活，这个是很难的。对。所以这个这他厉害的地方，大牛主要是这个有一些这么提炼出一个大的规律，然后把它伸展到各个地方，有这样的一层功力在，对吧？是的，而不在于说这个概念本身，对吧？概念可能真的还原下去就是一个老概念的一个变形，对吧？对，所以可以从对这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大牛会讲故事，这个我们要好好学一学，对吧？对，就是我们自己在写文章的时候也是发现这个问题。那我们的数据可能很好，对，我们的结果很好，讲故事的能力讲故事能力不足，对，你就要达到一个层次。对，很多这个国外大牛他们写文章都很会讲故事，对吧？上来第一句话就引经据典啊，然后就镶嵌到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框架里面去，对吧？是。但实际上你看他的研究文章，好像这个研究我也能做，是这样。就是这样，对吧？讲故事的能力很重要。是。那像刚才这个问题，可能咱们聊差不多了。那好，那到这儿呢，这个我们之前准备的关于《造神》这本书以及关于这个决策判断的一些问题我都带大家问过汪老师了，汪老师都给出了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些解答。个人观点。然后非常精彩啊。然后汪老师的一些解读的话，也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造神》这本书，以及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决策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不早了，这个我们录了挺长的时间，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暂时到这儿吧。我们也非常欢迎汪老师以后继续回到这个节目来做客，可以聊的话题还有很多。我也非常荣幸，非常荣幸。好，那欢迎汪老师以后经常过来啊。我自己一个人录节目有时候挺没意思非常希望这个有各种这个专家像汪老师这样的大牛过来一起聊天那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吧。好，那好，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好，再见。再见。